我今年在台东生活第8年了，然后版画创作它本来就是一个很慢的过程，它从制版，然后刻版、调油墨到印，然后一层一层这样，然后再加上我的个性也很慢，然后我的生活步调也很慢，所以我觉得台东这个地方的生活步调是很适合我的。我第一次决定要做版画，是因为我很喜欢那个创作过程。我第一次接触到用木板当基底去创作，那个创作出来的质感和橡胶板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木板它是有毛细孔的，所以它有时候会吸一点点那个墨。然后木板最吸引我的部分就是它上面会有一些自然的木纹基底，我觉得那个是很东方性的一种符号和质感。每一个创作都是时间的累积，然后像木刻版画，尤其是这样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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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会随着这样一层一层那个木纹会越来越深，或是会出现一些很自然的肌理。我从2009年开始第1张的作品，就是做我那时候租屋的一个小风景，就是一个小的盆栽长出来的一个东西。我那时候的创作都是从我生活中很小，比如说朋友养的狗，我自己养的鱼，这种很小的物件出发。我在研究所的时候有一阵子跟同学们很喜欢养蓝瘦这个金鱼的品种，它的花色很漂亮，但是它非常难养，所以我也养死过了很多只。我就觉得我可能就是挥手指，我没有那么适合就是种植物啊，或者是养生命，但是我还是很希望我可以把它们留下来，所以我就把它们刻成作品，然后可以留下来，可以陪伴我，或许它也可以陪伴别的喜欢它们的人。那会做贝壳少女那个系列，其实是2018年那时候，我刚好在职场上做了一个异动，让我在面对人事物有一种很想要隐藏的状态。很多艺术家可能状态不好的时候会用比较深层的颜色，或是比较黑暗的符号，但我的颜色还是粉粉的，然后漂漂亮亮的。我觉得借由那些颜色的映出，也是在做自我疗愈的部分。然后唯一会感受到好像不太好的，就是你们会发现贝壳少女的膝盖都是红色的，那个红色的地方是代表受伤的部分。我用了一个很小的语汇把它藏在里面。我做的就是木刻版画，它是属于木刻版画里面比较特别，就是单板复刻。那单板复刻的意思就是它只有一块板子，然后我们就会在板子上一直刻除，一直刻除，一直刻除，最后板子中间这个形象就是没有了，它就是一直被刻掉。看成品上面，比如说我第一个设想的颜色会是黄色，但是这个黄色并不是说只涂这个中间，我就必须先在整个板子上印出一个鲜黄色。那我一开始如果设定我这件版画的张数是要印40张好了，我就先把40张的黄色都印出来，因为我接下来开始就要刻我的板子了，所以这个板数它其实也不会再增加，是一开始就设定好的板数。好，我一开始全部都印完黄色之后，我就会在板子上把我黄色要留下来的区域刻掉。
那刻下去的地方呢，下一层油墨再上来印制的时候，它其实就不会被印到，就会被留下来，就会凸显出来了。所以其实单板复刻它有点像是一个一直在堆叠背景色，然后让那个物件一直浮现的概念。它和平常在绘画的逻辑有点像是整个逆转相反的过程。我们今天要去池上，然后去看那边一位驻村的艺术家，他是我研究所的学弟，因为他今天是在池上驻村的最后一天，那想要去看看他，同时也想要去回味一下，因为我当初也是在他驻村那个龙仔尾的地方驻村1个月，那个是我风景系列创作的一个起点。Hello。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今天最后一天。对，我今天驻村最后，还好还可以看到你。真的真的，都还好，很好。因为台东很，他就会把人留在这边的感觉，对，然后每天起来看到就是很大的山，很大的天空。你没有觉得很无聊？我觉得台东的土很黏，会把人黏住。第一年的时候听到这个话，我觉得很黏。因为2020年对我的创作是一个很大转变的契机。那刚好那一年也是 COVID-19 疫情开始爆发的第一年，那一年也是刚好很幸运收到台湾好基金会，在池上邀请我去驻村。那里到了晚上非常安静，然后那个安静的感觉是，让我好像很清楚知道我心里想要的东西是什么。那时候做第一件就是山的那个作品，其实就是站在这边感觉那个意象。那一件作品的元素很简单，就是只有稻田和一点点山脉和天空。是因为我觉得池上很简单很安静，所以那时候选择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版画是要经过压印嘛，就是我们要经过打印机这样压印，然后我很喜欢它那个掀开来的过程，就是我把这张作品掀开来的时候，它好像有一点点惊喜，就是它和我想象中的有点不一样，然后有时候会创造出更好的感觉。那当然做到现在，我们都尽量要减少那个惊喜，就是其实它是必须是被控制在我应该想象中它就是这样子的状态，但是偶尔出现那个惊喜，我觉得对我还是很吸引的。然后同年又刚好受到南岛国际美术奖的邀请，也是一个驻村的机会，我就一直在想说我要怎么样让这个风景变得很大，我的唯一目标就是让它尺寸看起来很大这样子。然后有一天我就记得我做到很晚，然后在印的时候，然后一掀开那个作品的时候，就这样好沮丧，我就想说怎么会我的那个板子比我印出来的那个纸本还要好看，然后就极度沮丧，我就想说要不然就展板子就好了，是不是？然后当初还没有想到说会是一个镜像的概念，就是板子和作品那个虚实的呼应，刻掉的地方有一点点沾染油墨的地方，和实际上印出来的风景那个对话的状态，是比我当初预期的高非常多。我把2件作品并成出来呈现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一个真的是虚的空间，然后一个真的是在纸张上它所谓很饱满的空间，就是它所有的景象都呈现出来的状态。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契机，就是花莲文化局他们要办第1届巴拉放艺术节，他们邀请了是花莲相关的艺术家回去重新去诠释花莲后八景这件事情。
我就想到说，既然花莲对我而言是一个家乡的连结，然后我爸爸又是一个非常喜欢摄影的人，其实他拍了很多花莲我们熟悉、我们成长的过程，所以我就想要借由他的作品，再去诠释我的出生地花莲。木刻版画的这个历程对我而言，它除了艺术性以外，它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职人精神。就一定要从制版，然后刻版，然后到上油墨，然后上完油墨之后，我规定好今天要印的作品的状态，要印的量，我要把它完成。因为我觉得版画创作不太能是做到一半之后就突然说。好，就没有办法，我就收。它就必须从头到尾，然后到最后清墨收墨。它有一种对我而言是有一种很强烈的仪式感。今天想要去都兰的海边一个比较少人会去的海滩，那个是我在都兰最喜欢，然后假日有空就会想要去放空的一个海滩。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是希望大家看到我的作品会有一种很疗愈、很美的感觉。我其实一直都很想要挑战就是那种自然比如说台风前的天空，就是这种自然景观，看到很漂亮的渐层色。我在后面呼吸风景系列很常出现的颜色就是蓝色，然后大家也都说想到台东可能就会比较想到是台东蓝。然后之前有人说台东有100种不一样的蓝，因为你光到海边不管是晴天、阴天、雨天，或者是台11线的海边，或者是南回的海，它们的蓝都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所以最多的颜色是蓝色的话，我觉得第二多的颜色可能就会是绿色，然后第3个颜色我可能就会选择是那个稻穗结出来的黄色。因为风景系列这么完整展出，这是第一次。那这一次展览也挑战了，可能是我创作以来最大件的作品，就是海波浪。海波浪那件作品，其实它不是这么完全的对称，它在板子那边和在印出来的纸本那边，其实多了一些空间上不对称的突破。我觉得它好像也是下一个新的起点，让我可以去探究更多可能性。做那个抽签机啊，大家就有人开始叫我仙女啊，我觉得，这好像是一个可以玩的。我说，其实是有一种用游戏人间的态度，觉得那我要当仙女艺术家。国中毕业旅行去日月潭，那个是文武庙嘛。我那时候第一次看到这个机器，我说哇，好喜欢呢。直到我开始在做这个《闪亮人生》这个系列的作品以后，突然这个抽签机的意象就跑到我脑海里，我就想说那我可以把我的作品变成前10，让观众投钱，他就可以获得我的作品。我感觉到台湾这几年很吹一种台派风格，电子花车啊，或者是强调霓虹灯啊，宫庙的那些元素当做一种艺术节的号召，想要再把这些东西转化成另外一个形式，
所以我会特别想要知道他们处理视觉的部分是怎么思考。所以蓬莱仙山只是我觉得其中一个很代表性的一个坏品味的一个源头。想一下，我就画了一个这个仙境，它从我2014年就在做了，然后我一直做到现在，已经好像将近快10年了。仙女我自己归纳，它其实是我们这个华人社会对一个理想女性的算是标签跟一个归类嘛，所以我想说我要怎么样可以变成仙女。我当时就是真的很直觉想，我要先制造一些话题，就是至少让大家记住我。然后是一个策略嘛，很好玩，然后可以满足的一些扮装的癖好，所以才会有去参加仙女比赛，我还去参加那个农产品公主选拔，因为我觉得那也是一个挑选，什么样的女生才可以是好的。其实想要问是什么样才是好的，我就觉得很想要嘲讽这件事情。如果你对这个世界没有问题的话，你就不想创作，然后你艺术家生涯就结束了。所以我会想让自己还是保持对这个社会有一点距离跟敏感状态，不要让自己完全那么舒适。现在创作，如果我没有一点其他地方的补助，我完全靠我自己赚钱，其实是有点恐怖，因为做一个展览的开销很大，没有钱的时候就是赶快疯狂接工作啊。我自己是因为已经长期接案，其实我已经有点习惯那个业主给我的那个方式，我就是有一个快速 SOP。像最近我帮国营做啊，我就想怎么样突破他们以往对那种周边产品的想象。所以我就重新画了2张，就是都是台语黑白片的海报。38新娘憨女婿都是新奇导演拍的，另外一个是危险的青春。一开始突然爆红，好像是那个金曲奖，因为他给我是988那首歌，按照歌词一句一句把它拆开。我觉得他在讲一个女孩子好想要当明星，可是发现好难哦，我一下就被忘记了，或是怎么样被大家记住这么难，然后跟社群媒体每个女孩努力展现自己的那个状态。我3岁就想要就只喜欢画画，所以我一直志愿是当画家。大学也是念都是材料创作，我研究所就是念复合媒体。就有一天我就觉得，其实我还蛮喜欢那个包装纸盒里面的那种折痕啊。我就觉得哇，这纸好香哦，然后我就开始我就看到上面有画面就是浮现，然后我就开始画了。因为有时候你用讲的，人家可能没办法懂，所以我自己会锻炼我自己的图像那个说明能力。但是那时候滑交友软体，我把所有很怪的照片全部都截图。我想说，以一个女性来观看男性的角度，有点在嘲讽他，因为我觉得实在太好笑了。最近这个主题实在是太耗我的情感了。
前年我爸过世，然后我们有帮他设灵堂，天南我们收到了超多兰花。这件事情我们就稍微讨论一下，我说我们把兰花带回家好了，告别式再拿出来。那个兰花大概有30盆吧。整个你明明是居家空间，但是被满满的灵堂的兰花塞满。因为我觉得一般人都会很忌讳，结果我竟然觉得，天啊，好好玩，就是我竟然会觉得，就一直有想要创作的冲动。我后来就一直非常喜欢白色的兰花，所以刚刚我们又去买了这3盆。我觉得它真的那个兰花，可以感觉到那个兰花的灵气。我自己这样考虑，是它在视觉色系上不会显得太过的冲突跟太过对比，会等于是比较舒适。可以哦。还可以。我爸他之前去中国很多地方交流，然后带回了很多这些东西，其实这些东西很令人困扰。我跟一个中国一个艺术家合作这本摄影书，就是请他去我爸办公室帮我拍这些档案记录照。又把办公室重新整理的场景，我又把它画一次。在我爸坟墓前，我们就一起在读这本书，之后帮这些遗物再办一个最后的告别派对。就是还有我家族，就是如此跟中国如此深厚的关系。那我发觉，虽然现在很强调台湾本土文化，但我发现我对原本中华，就是被关在中华这2个字，还是非常的喜欢。虽然有一点为政治不正确，但是会觉得自己还是喜欢，不想要跟这个文化断绝关系。其实我有很多朋友非常迷那些神秘学啊，我觉得它都是我们潜意识的一种投射。然后我觉得会不会有就是在那边我们才是比较真实的状态。刚刚是问他我接下来想要做的那个计划会怎么样，看起来很孤单，然后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从小其实很喜欢这些中国的这些精怪的故事吧，因为它跟现实是脱节的，可是我又觉得他们藏在我们的文化里。八仙大闹东海大概是几乎每一间庙都会用的最热门主题的故事。然后我去年就做了一个陶瓷的偶，就是从这只蚌壳精去发展。我其实逛庙的目的其实不是拜拜，我主要都是会专注在他们里面的壁画或是剪黏的作品。如果一些画是画在瓷砖上，然后那个东西就会让我特别的开心，不想我就觉得我一定跟这个材料有缘。太确定他用的是对的。你看，比原来的是不是有一点点黑的哈？这个都可以混合，它比原来的就深了一点。它是一种陶瓷装饰技法，它是釉上彩。我觉得它都不要跟人家混，对，可以混。它烧的温度比较低，它只有800度。直接去瓷砖店买现成瓷砖就可以画。
这个材料跟纸太不一样，而且它其实很大，其实我们也不太能坐着画，而且坐着画你那个力量会只能集中在局部，像拉这种线条，我一定要站着。它会好像动用更多身体，但我觉得好像有更实在的在做一些事，比我平常那个只在工作室画那些水彩的那些差别蛮大的。好，我就在想北投有什么代表的元素，然后就挑到这一张是以前他们那个温泉饭店的纳卡西广告，然后有2个穿迷你裙的辣妹在弹电吉他，我觉得这个不错，所以才会以这个60年代的少女的造型去做。创作部分现在就是以零碎时间跟如果接案跟案子中间有一段空档，我通常都是做我自己的作品。最近其实很感兴趣的是那个孝亲图啦，因为我花蛮多时间，比如说去看这个坟墓的绘画，发现它比较多都是表现的题材都是24孝，然后那时候就我竟然可以对24孝的故事会有移情作用，我竟然会看这些画，我竟然会有感动，把一些心中一些很奇怪的想法把它实践出来，或是我觉得就很不错了。我就更希望我可以再往艺术，就是完全是靠创作可以为生吧，这是我的梦想啊。